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风雨兼程也是一种精彩。转过身来，爱一直都在，那些关怀在夜里温暖着胸怀，穿过人海，爱留下来。越来快乐，是因为看见别人愉快。妈一定是很怀念我们一家4口的那段日子了。不只是他，我也是很怀念。爸和妈为什么把我们的照片印在杯子上？一辈子，一辈子，能够陪我们走完这辈子的，也只有家人。说得对，妈真的是费尽心思，希望我们和解。我们2个真人不孝，妈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们还老是让她操心。不会的，我不会再跟你吵，我也不会再惹妈伤心了。妈，我们和好了。求求你回来吧。终于成功了。一直让我这么操心，现在要我回去，没这么容易。妈，你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报警了。不是吧？闹这么大，千万不要报警。煮好午餐，等我回来。妈总算回复我们简讯了。知道她没事，感觉真好。哎，去哪里啊？不是说好要去买菜的吗？巴莎不是在那边吗？超市买吧，超市比较干净。巴莎东西比较新鲜。巴莎是露露的。算了，去巴莎吧。哎，算了，去超市吧，听你的。妈，你回来了。再不回来，真的要去报警了。你们也会为我紧张啊！我跟你们说，我食物中毒了，1个2个也不闻不问。对不起啊，妈，以后不敢了。你是真是假的啊？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哎呦，我现在还是觉得我的肚子很不舒服啊！哈，我饿了，煮好了没有？当然是煮好啦，煮什么好料？一定是你爱吃的。啊，这是我第一次煮海鲜一品锅，你尝尝看味道如何？这个比较像乱煮一品锅。怎么样？不错。那多吃点吧。妈，你偏心，你尝了妹妹的，你也要尝尝我煮的。好。哇，猪脚醋，我的最爱呀！也不错。那到底我们2姐妹煮的哪一个才是真的不错呢？怎么说呢？
你们两个应该是旗鼓相当，胜负难分。不过呢，还是以后别煮了，由我来煮啊。为什么？因为呀，真的很难吃啊。来，鸡腿。来了，谢谢。不是，烧鸡胸。谢谢你。应该是这一家。小姐，烧鸡2盘加饭。哦。2盘烧鸡饭加饭。收到。累死我了，忙了一个早上，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啊。哥，你看，永乐鸡饭竟然当选为全国5强哎！真的吗？你看。Hello。Hello。你怎么会在这里？帮我哥的忙。你们怎么会认识啊？哦，我认得你了，是不是看我生意好，又想来砸我招牌啊？大哥，你手上拿的稿可是我帮你写的嘞，我给了你5颗星哦。哦，难怪最近我们生意变好了，原来是你在帮我们说好话。别想来讨功劳了，我的鸡饭本来就很好吃的。好，你们2个先去找位置，等下我叫优乐送过去，我给你们2个免费加料。脸变得真快。我先去帮我哥的忙啦。走吧。你想清楚了，你真的要跟他结婚？我还想请你当我证婚人。不可能！为什么？你是我的 BFF。就因为我是你的 BFF， 所以我不想看到你跳进火坑啊！放心，我一定会幸福的。那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看到谢耀宗在牙龙找女人。耀宗已经告诉我了，他是去帮人。你相信他？我了解他。天哪！哎，本来是我们2个人的嘛，你干嘛叫他来啊？我们现在是一体的。Hi baby。 Hello。心妮去哪里？食物来了。我知道，吃不下了，先走了。一看到我呢，就拔腿就跑，想必呢一定是在说我的坏话。真聪明。他说什么？他劝我不要嫁给你。跟你说，那个女人啊，要么就是这里有问题，要不然的话呢，她就是深深的爱上了我。她每次啊都想搞砸我的好事。对了，你人见人爱。你现在才知道你捡到宝啊？他点了，还钱了没有？别这样计较好不好？他是我的 BFF。BFF 又怎么样啊？也需要还钱的啊。反正他都已经走了，你帮他吃吧。真的是暴殄天物。哦，好吃耶！知道为什么会叫你过来吗？因为你要我把关起来给吓走。不是啦，因为我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希望可以在这里举行注册仪式，然后摆酒席。Right 。需要那么大费周章吗？你不是说过吗？如果是我摆喜酒的话，或许都没有人会出现。那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地方的摆设，不过你想想看，只是为了那么1个晚上，然后之后整个地方也不属于我们的，值得吗？好了，不摆就不摆，可是婚纱绝对不能省。这里还有婚纱。Yikes！ 一生只有那么一次，一定要选一件美的，蕾丝的，美吗？不错啊。不过我在想啊，如果是我亲手为你做的，那更加的别具意义，对不对？
那我们去哪里度蜜月啊？这个蜜月啊，我已经想过了啊。我问你，你有没有去过圣约翰岛呢？那边以前是监狱哎，去那边做什么？去那边度蜜月。啊？你上一次去圣约翰岛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中学的时候吧。没错啊，中学的时候呢，你我都有到过圣约翰岛。你有你自己的记忆，我有我自己的回想。你想想看，如果呢我们一块呢到圣约翰岛度蜜月的话呢，那将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当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我们就更回味这非常难忘的蜜月日子。可是我想出国。出国现在机票那么便宜，出国没什么了不起。你想想看，如果呢我们是第一对新加坡新婚夫妻去到这个圣约翰岛那边去度蜜月，哇，我们是在创造历史，不是吗？仔细听哦。圣约翰岛的海边是那么的漂亮，想象我们一大早起身就跳进海里游泳，仿佛置身在爱琴海。那晚上呢，我们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眺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你说浪不浪漫？不好意思，结果。你每天都这样赶，对啊，不然哥一个人忙不过来。不累吗？习惯了就不累。佳子，你怎么来了？帮你带午餐啊。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进去了。那，谢谢。不客气。这是你的最爱，你怎么不吃啊？哇，你已经吃饱了？一个人吃吗？跟刚刚那位女同事一起吃？不是的，我是跟家人吃饭。哦，对不起，我是相信女人的直觉，只要对手一出现，是女人的都会感觉得到。我是不是很讨厌啊？傻瓜，就算你对我没信心，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好吃吗？你以后不要买寿司给我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可是我每次吃日本餐，你都只吃寿司啊。我吃是因为你喜欢啊。下班了啊。嗨，我记得你，你是我86号的护士长。没错，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到你吗？我想找 Sister Wong，你可以给我他的手机号码吗？给你他的号码。不然这样子，你给我你的手机号码，我叫他打电话给你。也好。这是我的名片。谢谢。哇，那么多个号码，打哪一个？都可以啊。好，我会让他知道。都可以。OK， 好。记得打电话给我。我会叫他打给你。OK。拜拜。拜拜。亏圆圆对你这么好，真是为她难过。哎，我才为你难过呢。要么就是你荷尔蒙失调，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人很悲观，什么事情呢都往坏的方面去想。你是不是又想说，很多事情就算是亲眼所见，也未必是事实啊？就因为你是个 APN， 所以我才不会说你无知，我只能说你对我有偏见。那你骗得了圆圆，骗不了我。喂，你知不知道啊？6楼啊有这个心理学医生嘞，你有空的话呢，上去跟他聊聊天，让他开解你。因为我觉得呢，你心理变态，你喜欢妒忌人家有幸福。那如果你有空的话，去3楼的 ICU 探访一下吧。哇，你这个人啊，讲话很毒啊。这不算毒了，我没有叫你去鼻度的mortuary，OK？ What？ Mortuary？
哎呦呦呦，哎，真的是流年不顺了，好碰不碰啊？每次都碰到他，我看我要去找一个庙，然后我去打小人，把所有的霉气给打走。去打你自己啊，一定灵的。Hello Sister 宽。嗨。哎，李泽先，你不进来啊？我不要，因为里面有人放屁。啊？没有嘞。我跟你说，我宁愿等下一趟啊，或者是走楼梯，也不要让他的屁给憋死。那你就慢慢等吧。拜拜。憋死你！你来多久了2个多月。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自从 Mr. Go 食物过敏休克后，我再也不敢给其他的病人吃外面的食物。有时候病人苦苦的要求，我拒绝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你这个就要非常小心了，尽量避免给病人容易导致过敏的食物，比如花生、芝士等。还有，要先查清楚病人的病历，看他们对什么食物有敏感。谢谢 Sister 宽。我现在要去老人监护中心，有兴趣看看吗 Mr. Han， 这里有很多水果的拼图，你喜欢哪一种水果呢？是不是橙色的，还是红色的？对了 ，Mr. Han， 你好吗？你还记得我吗？Miss Han 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他已经开始接受事实。 ？Sister，多亏你建立了这个老人监护中心，这个是整个团队的功劳，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Sister， 什么事啊 ，Mr. Han？ 我昨晚睡不好，你能不能拿一些安眠药给我？我不建议你服用药物，不如这样吧，我安排一些活动给你，你早上运动的话，晚上比较容易入眠，先试试好不好？爸，吃包。哎呀，你买这么多怎么吃得完？来，一起吃。老马，你女儿好孝顺啊，她一个可以抵我家6个。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女儿没有用，差点把她给送走了。幸亏没这样做，不然的话你亏大了。Mr. Go， 你的报告出来了。哦，确定你是对花生敏感，不是猪肠粉。啊。所以以后千万不能吃昂不贵，还有跟花生有关的食物哦。啊，哦，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做了什么意思啊 ？Mr. 妈，我们今天要帮你做个测试，请你吹一下。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尽量吹大力一点。很好。可以给药了。好，这是什么来的？哦，用来测试肺功能有没有改善。那我爸的情况有没有好一点？他现在的情况比之前进来时好多了。哎，我请你们吃包，我女儿买的。来，我们不吃包。为什么？这个我知道啊，因为吃了包之后呢，就要给人家打包。今天呢，他要进食，好，这一点你要注意。嗨，大姐来啦。
OK，Staff Nurse Grace 啊，今天呢请了2天的病假，所以呢我就安排了 Staff Nurse Louise 呢来接替她的工作。So Louise， 你的新的工作表就是这样子 ，OK 啊？不能换了哈。好，谢谢你了。那还有啊，接下来呢，医院会引进新的仪器 Bed Motion Alarms。临床指导员的 Mr. Ku 已经跟那个供应商安排好了，下个星期5会来进行训练，不过时间呢还没有敲定。好，确定了让我知道。OK， 还有什么呢？还有啊，上个星期 Bed 2跟 9的病人出院了，对不对？他们还写信哦，来医院表扬我们2个嘞。真的？啊，他写男的长得很帅，女的长得很漂亮。没点正经的。OK， 大致上哦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问题啊。好了。哎呀，有啊。在这边，来，这个女人啊，很风骚的，她叫我把这个交给你。好，谢谢你。 OK， 班了。好，拜。哎，怎么不舍得走啊？你下个星期5啊早上有没有空啊？让我查查看。你不用查了，我已经查了，你有空的。什么事啊？那，在这里呢，我要郑重的邀请你当我跟圆圆的证婚人。好啊，荣幸之至啊。喂，干嘛不找家人啊？家人啊，我是一名孤儿，我都没有亲人，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你不可以不要认哦。对不起啊，认识你这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孤儿啊。没有关系啦，什么对不起又不是你的错，反正孤儿的那段苦日子都已经过了，我现在开心得很。是啊，苦尽甘来，恭喜你啦，谢谢新郎官，谢谢你把我当成你的红颜知己。那谢谢你把我当成是你的蓝颜知己。祝你呢跟圆圆幸福快乐。谢谢谢谢。喂，我想问你啊，你是不是对形状情有独钟啊？怎么了？好像记得你上个女朋友好像叫什么芳芳的。对哦，第一个叫做芳芳，第2个叫做圆圆，第3个就叫做扁扁。快要结婚了，讲这种话，去，蛮好笑，扁扁，拜拜。我的榴莲呢？什么榴莲啊？医院不能吃，你不要害我可以吗？没事，榴莲有敏感吗？我最好不要吃了，我怕。怕什么？我都不怕啊！榴莲我吃了几10年都没事情啊，俺姑贵10多年没吃，哎。之前你父亲投诉说他肠胃不舒服，所以我们帮他做了检查，结果发现他肠胃里有很多肿瘤。那是良性还是恶性啊？是末期恶性肿瘤，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准不准的啊？这种话不可以乱说的啊。陈医生是我们这里的资深医生。我建议让 Mr. Go 先接受化疗，接下来再看需不需要动手术。那医药费会不会很贵啊？我们会安排医疗团队还有社工向你详细解释 Mr. Go 的医治计划。我看算了吧，反正我爸都这么老了，而且还是末期。你要不要跟你的兄弟姐妹商量一下？他们肯来就好了。我爸进医院到现在，1个2个都不知道躲去哪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争取一下他们的意见。随便你，你们要去联系他们，你们自己去联系 ，OK？白云 XYZ， 要回家了还冲凉啊？这是一种美德来的，我不想把身上的细菌带到外面的世界，你明白吗？那洗衣服也是吗？
这个叫做 multitasking。你这种 blame game 是不懂的啦，你回家问你的达人啦。说不过你呀。说不过我的话呢，就不用说，好好回去做工，不要在这边 gossip。好，拜拜。拜拜 ，see you tomorrow。喂，弟弟，你在做什么？我在快掉，我的手不够长啊。来，因为你的手真的不是很长，等10年之后就够长了啊。哇，其实啊，我的手也不够长哎。那有办法。用这个。喝什么水？汽水。不要喝汽水啦，喝汽水会生。哇，小姐没有搞错的，你撞人不会讲 sorry 的，跑那么快干嘛？去投胎呀？不要看了，来喝什么水？汽水。都可以讲不要喝汽水了咯。是我的阿妈要喝，她病了很久。早点讲啦，我还以为你要喝来。OK， 那我跟我跟你讲，前面转右，那边还有多一家美心，下边买。好，谢谢。OK。哇，匠心没有用过就要丢掉啊！哇。喂，我发现他了。他是谁？当年非礼你的那个男的，你还想嫁给他吗？你在说什么？我说谢耀宗就是当年那个色魔，是他非礼你的。怎么可能？那我问你，他的后腰是不是有一个黑痣胎记？有吗？我不知道哎。那我记得很清楚，当年非礼你的那个男的，左边后腰也有一个黑痣胎记，跟谢耀宗的一模一样。我看来你是想太多了。不跟你说了，我的客户来了，拜拜。喂 ，Hello。难得你还记得我喜欢喝什么？我跟了你3个月，怎么可以忘记？那3个月的魔鬼训练，你应该恨死我吧？是刻骨铭心。不过那段日子，你真的很凶，我是蛮怕你的。事实也证明了，严师出高徒。那3个月我获益很多，是你帮我成长的，谢谢你。总算没有白费我的心机。哇，今天的很苦哎。你还没加糖。哦，对哦。有心事啊？没有啊。因为工作。感情问题。我有一个好朋友，快要结婚了。不过那个男的是个色魔。那个男的你也认识的。放轻松，由于你大量呕吐，医生担心你会脱水，所以我们帮你打点滴，补充营养和水分。OK。我先做一次给你看，下次就轮到你上阵了。放轻松。拿到我呱呱叫。你哪里可以吃那么多？5毛钱一粒嘞，不买白不买，便宜吗？吃太多对你不好。我知道，不过不是我一个人吃嘛，家里也要记得。
怎么？医生怎么说？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讲话。就这里说吧，我懒得动啊。爸，你要有心理准备，是坏消息啊。讲啦。医生说你得的是胃癌，而且是末期。他们建议你马上接受化疗，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动手术。不要动手术，我不想死前再挨一刀。如果不医的话，能活多久？我不知道，我没有问啊。也不算是坏消息，早走早好，大家都解脱。你知道吗？我最害怕的，就是面对生离死别。谁不怕？刚开始我也是跟你一样，久了就习惯了。我想，我永远也不会习惯吧。你会害怕处理遗体吗？进这行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身为护士，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获得最妥善的照顾。Sister， 有件事想请教你。好啊，你说。Mr. Go 很想吃榴莲，可以让他吃吗？可是你应该知道，榴莲是不能带进病房的。我知道。那如果在我上班之前，以朋友的身份带他到医院的花园吃，可以吗 ？Sister， 我只是想通知你一声，你可以当真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Mr. Go 的病情随时都可能会恶化，时间不多了。我知道你是用心良苦，但是医院的规矩我们必须遵守的。你放心，我向你保证，绝不会让榴莲踏进病房半步。Mr. Go 呢有胃癌，会对食物敏感，要非常小心，不要吃太多，适可而止。谢谢你 ，Sister。其实他所做的一切，我也曾经做过。我们都想让病人能够开心地走完最后一程。XYZ， Big Sister Wong， 什么事情啊？追我追到那么急？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如果是举手之劳呢，就 OK。关于钱财的，免谈。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知道就好。那可不可以先让我先吃我的便当？我肚子很饿。不行，你先跟我来。那么急嘛？我一直嗅到烧焦味，可能有胶带之类的卷到车底去了。哦，这辆是你的车啊？很美嘞。如果车子有问题的话你找我干嘛？我又不会修车，你应该找车行吗？不是叫你修理，只是要你蹲下去帮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卡着。你自己都会蹲啊，干嘛要我蹲呢？你是男的，帮一帮我行不行？行。那你的轮胎很干净，感觉上呢应该是昨天才洗车。不过你这边你忘记洗了啊，就是这边。你这么？我担心你的衣服脏，帮你提一提嘛。衣服脏了，洗了不就干净了吗？麻烦。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啊 ？Plastic bag， 烧焦味啊？没有哎。你在拍我的背啊？我在拍你英勇助人的行径。那你应该拍我的脸吗？拍我的背做梦，我又不是影后。来，拍一张。等一下，看不到车子，你偷一点。还不够，要看到整辆车子的。来 ，ready， 来 ，1, 2, 3。谢谢。哎，你的车子怎么办啊？我还嗅到烧焦味，再帮我看一看吧。没有嘞。假设有一位失智症的老太太，器官已经衰竭、中风多年，她突然昏厥、脉搏停止，你们会怎么做？马上进行 CPR。不过如果做了 CPR 还是没有反应呢？用电击。
对了，那这里有一段录影，我们来温习一下。哎，上完课了。还好吧？我已经收到你传来的照片了。是我以前的 clinical instructor 帮我拍的。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就算他身上有那个胎记，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当年的那个人。同样的胎记，相同的部位，你还要证明什么？我和他交往了2年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非分要求，所以我很确定他绝对不是好色之徒。那天在医院，我看到他和一个美女搭讪，还要了她的号码。你不要忘了还有牙龙那件事啊！就算他真的是那个人，他现在已经悔过了，我是不是应该原谅他呢？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心悔过呢？说不定他是因为当年没有得逞，不甘心，才故意接近你呢。确定他不在家？我已经 SMS 他，他在工作。他家人呢？他没有家人，是个孤儿。哎，还是先确定一下吧。我看我们已经算了啦。喂，是你说要搜查证据，我才会陪你的。你是怕查出真相是吗？我绝对相信耀中不是这种人。那快点进去啊，快点。这些都是他做的啊？对啊，他可以用个空铁罐做成 tea light holder， 还有这个 tissue paper box 呢，也是他亲手做的。没想到他这个人还挺有创意的啊，可以把废物变成艺术品。我就是被他的创意和环保的意识感动，所以才会喜欢他。你说，一个连废物都不舍得丢弃的人，怎么可能践踏别人呢？别搜了，我们走吧。哎，你看这是什么？你要唱什么？肯定是他了。当年那个男的也是戴着同一个类型的面具。哎，带我到这儿来干嘛 Mr. Go， 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吃什么？榴莲咯。好，那我现在就帮你去采。Mr. Go， 你等一下啊。奇怪，怎么不见了？哎，原来你们在这里，害我到处找了这么久。哎 ，Mr. Go， 看我买了什么给你？什么东西？啊？榴莲？没想到你也跑去买榴莲。哎，这里也有啊。啊？哎，不要误会哦，这些榴莲都是他买的。我看他鬼鬼祟祟的把榴莲藏在那边，替他保管喽。哎，现在还给你啊。还以为被人顺手牵羊了。来，大家一起吃。来，不是吧？来来来，哎，想不到在我最后的日子，还遇到这么好的护士，还有一个损友啊！喂，你讲的损友是指我啊？谁叫你常常损我啊？就你啊，你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斗嘴了，可以吃了。吃了，讲那么多，慢慢吃。你要吃多一点啊，不然以后没有得吃啊。知道，不用你教我啦。你也小心点啊，不要吃那么多啊。我不可以吃那么多，不过榴莲我太爱了，还是要吃一点。就这一点点啦。啊，哇，很多点啦，没问题的啦。我现在只不过是10度而已啊。哇，夸张，你还没有10度的嘞。啊，你比医生厉害，有10度了。12度都有啊。不过现在不要紧了，吃了，明天再运动。OK。好了好了好了，你讲几度就几度了啊。你多吃才是真的。你们好，请坐。人都到齐了吗？都跟你讲了好了，他们不会来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开始吧。我想问的是，我爸换来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通知我们？我们知道病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已经通知你大哥了。他又不是我们的代表。我不是，你是啊，你很喜欢做代表啊，把老爸接回去住了。我有家庭，有孩子要照顾的。有孩子有家庭就不可以照顾老爸？不好意思，今天找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了解医先护理计划。那是什么？就是让 Mr. Go 指定决策人，当 Mr. Go 完全失去表达能力时，决策人就可以代表他做出所有的医疗决定。决策人可以是亲人或者是好友，一个他最信赖的人，这样日后比较容易处理，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当决策人会不会很麻烦？如果要一直来医院的话，我可不行。OK 了，这个人又是我了。Mr. Go， 你想好了吗？你决定让谁来当你的决策人？瓦迪，我要瓦迪做我的决策人。谁是瓦迪啊？我的女佣。Mr. Ma， 深呼吸，再来一次，很好。你听一下 Mr. Ma 的肺部，看你听到什么。嗯。Mr. Ma， 再深呼吸。谢谢。有点气泡的声音，还有一点水声。这是测试肺炎的另外一种方式。Mr. Ma 的情况已经改善很多，所以水声不是很明显。嗯。Mr. Ma， 好好休息，谢谢。Mr. Go， 你还是换人选吧，你用真的不适合当决策人啊。谁说的？我觉得他最适合。这么多年来都是他照顾我对我很珍惜。我知道，可是怎么说，他都是受雇人士，有利益关系，加上他随时会回国的。这个我不怕，反正我没那么长命。哎呀，榴莲好，不然这样，我当你的决策人，不过你也要当我的啊。我没问题啊，这样更好。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嗨吧！哎呀，再来一次，我们做再世兄弟。好。好，马东来，不要骗我啊！来打勾勾。两个原本毫不相干、萍水相逢的人，却成了彼此生命的决策人。看似洒脱的笑容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无奈，多少心酸？我们亲手来拆，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风雨兼程也是一种精彩。转过身来，爱一直都在，那些关怀在夜里温暖着胸怀。穿过人海，爱留下来，原来快乐是因为看见别人愉快。
是安排意外，我们都能在别人生命中画上自己独特的色彩。爱要给予才能延续下来，转过